这是100元的中洞布莱泽奥特曼，而这个是300元的万代 SHF 布莱泽奥特曼。这两款布莱泽奥特曼的可动人偶价格相差200元，该怎么选呢 ？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时代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想到啥对比啥系列。这期视频来给大家做一个中洞布莱泽和 SHF 布莱泽的对比。那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先叠甲呀。本期视频仅供娱乐，大家当看个乐就好。说出的所有话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。那就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两款玩具的外包装啊。SHF 是半开窗的设计，中洞在侧边是有烫银字样的。这两款的背面都是玩具的 pose 图 ，SHF 直接这样搂开来就可以了。所有东西都在这个透明吸塑包装里了。中洞的外包装依旧是磁吸设计啊，从侧边这样翻开来，第一层是主体，第二层是配件，最后的第三层是地台支架。把这两款的主体拿出来放在转盘上，给大家360度展示一下。布莱泽身体上错综复杂的花纹线条，这两款都有通过涂装还原到位，但是身形比例我感觉是 SHF 做的更还原的。给大家来看到头雕，中洞的是能发光的，现在不开灯跟撕了一样啊。装好电池后，用这个磁石触碰点亮就可以了，再触碰一下胸灯可以让它闪红灯，最后触碰一下就是让它关灯了。头的部分碰一下也能让它关灯，那就开着灯给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两款的头雕吧。中洞开灯之后的眼睛发色真的很怪啊，不还原。不过它头顶的水晶也是发光的，这一点我能给到好评啊，很帅。中洞的头雕本身呢，我感觉是不如 SHF 还原的。SHF 哪怕不会发光，它头顶的水晶也是非常亮眼好看的。来看到可动性，中洞的头部可动性直接被 SHF 爆杀了。SHF 的抬头低头幅度非常的大呀 ，SHF 的头部还有一段很逆天的拉伸啊，左右歪头的幅度中洞可以说是没有 ，SHF 很大很大。中洞的头连带着脖子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，SHF 是整个头部可以360度，但我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，这个关节太细小，真的怕断啊。手臂平举 SHF 要比中洞大一点点，两款的手臂都可以360度旋转，背部这里都有一段拉伸，想不到曲肘的幅度是中洞要更大的。SHF 的小臂是能360度旋转的，中洞的不能。胸腰部分的可动性这两款是差不多的，大腿根都是有下拉关节的，但很明显是 SHF 拉动的幅度更大呀。那大腿的可动性不管是前踢后踢还是劈叉的幅度 ，SHF 都是爆杀中洞的。屈膝的幅度这两款是差不多的，脚部的可动性 SHF 是比较难360度旋转的，中洞倒是可以随便这样转动。SHF 要是强制转动还是怕掉漆的，脚尖都有一段上翘，前后踮脚幅度是 SHF 更大，左掰右撇中洞的可动幅度也非常小 ，SHF 的更大。下面给大家来看到这两款的所有配件，右边是 SHF 的配件，一把切尔索骑士剑，一个红灯替换键，5对的替换手型。然后来看到左边中洞的所有配件，一个螺旋光毛特效键，这个小光轮特效呢是搓出螺旋光毛的那一瞬间啊，还有一个替换的肘部，5对半的替换手型比 SHF 多一个呀。最后是一个地台支架，给大家替换一下 SHF 的计时器看看效果吧。替换方式需要把计时器往上一顶，就可以将计时器拿下来了，安装上这个红灯就 OK 了。但这个红灯的发色啊是偏粉色的，非常不还原。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SHF 的切尔索骑士剑啊，还原度非常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刀刃是有用到透明键的，并且中间这颗珠子是真的可以转动的。给 SHF 布莱泽拿上就是这个效果了，真的很帅啊。SHF 的配件看完了，那就给大家来看到中洞的所有配件啊。这个小光轮啊是搓出螺旋光毛的那一瞬间啊，这个装位能插在布莱泽的这个手型上面，给中洞布莱泽替换上就是这个效果了。布莱泽的必杀螺旋光毛，它是一整个透明红啊，但是核膜线非常的明显，显得很廉价，上面是有一些蓝色线条的涂装的，材质是硬质塑料，让布莱泽拿上它就是这个效果了，我的评价是还算可以啊。而这个螺旋光毛还能拆成2半，这是还原了剧中布莱泽将螺旋光毛拆成2半的一个状态啊。中洞这个创意还是很不错的。最后给大家来看到这个地台支架，支架是有一定的可动范围的，地台上是有咱们光之眼人的奥特签名啊，地台右边插着的就是刚才用来点亮布莱泽的磁石了，而最左边是有一个迷你版的布莱泽变声器的。这小东西的细节刻画我真的非常喜欢啊，可以看到双翼还有用到透明键哦，小巧精致啊，我真的爱了呀。最后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呀，中洞布莱泽的可动性真的很一般啊，发光效果我感觉也就那样啊，但是配件量主打一个量大管饱，直接爆杀 SHF， 而 SHF 的布莱泽我还是很推荐的，因为它的可动性真的能让你爽玩啊，而且还原度还是相当高的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各位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拜拜。